欢迎收看《神秘文怪事》，大家好，我是团长。没有订阅的朋友，请按下订阅按钮，谢谢大家。加入我们优秀神秘文怪事团，拜托大家用力按下订阅，达到1000订阅，大家可留言告诉我。各位团员，今天我们来讲的怪事：科学上不被世界认同医疗科技，技术上不成熟年代，违背这个世界伦理道德。你相信人可以永生吗？今天团长要说了事，违背常理的技术冷冻人。先提醒大家，影片最下方神秘文怪事订阅键定下去，请大家订阅，请拜托帮忙一下。今天让我带你们进入今天的故事吧。接着来看，同样也是在中国大陆，冷冻人展文莲的故事。他是谁呢？他是中国大陆首例接受人体全身冷冻技术的人。我们常常在电影里面看到被急速冷冻冰封的生物解冻复活，但那终究只是电影剧情。一直以来，医学都在研究如何能达到成长生不老的。或许冷冻人就是一种方法，把患有绝症的人放入零下196度的液态氮罐里，期待未来的医学技术更成熟了，就能够解冻来治好病症。在2017年，49岁的肺癌患者蒋文莲就成为了冷冻人。决定要这样做的是蒋文莲痴情丈夫，他希望在未来的某天能和死去的妻子重逢。不过最近却传出了这位丈夫他有了新欢，让许多人跌破眼镜。除此之外，还有哪些接受冷冻的案例呢？一起来看。超级英雄被冰封了70年后，终于从沉睡中苏醒，拿起盾牌捍卫正义。Congratulations, you just got promoted. Mr. Stark? I had some ideas about the uniform. 我们常常在科幻电影里面看到这样的桥段：被冰封的古代生物，因为低温保存身体没有腐坏，解冻之后重新复活过来。但这终究只是虚构出来的情节，现实中真的有可能发生吗？ One day it will be normal medicine. There's a huge potential for this to grow. You know, I just want to yell at the entire world. Don't you get it? You're going to die. I actually did physically hold my father's brain in my hands. 其实现实生活当中还真是不少人愿意让自己或是伴侣成为所谓的冷冻人，但要了解冷冻人，就必须先说明什么是人体冷冻技术。Cryonics is the practice of storing a recently deceased person at low temperatures in the hopes that they can live again when future technology enables them to be healed and reanimated. 严格说起来，人体冷冻技术算是一种伪科学，需要把人体存放在零下196度的低温环境中暂停生命并且存放起来的技术。至于为什么要这样做呢？目的就是为了让那些身患绝症甚至已经死亡的人把身体保存起来等，将来有天医学技术够发达的时候再进行解冻，说不定就能找出治疗的方法，达成真正的长生不老。 Death is not something you should accept. It's not natural. It's not sacrosanct. Really, it's our responsibility to use our intelligence, whether you think it's from evolution or God-given, to solve this problem. Technology will keep improving, and that eventually we will have those capabilities to restore you. 不过以现在来说，人体冷冻技术并没有被主流科学界认可，许多人认为这根本是不可能的。受试者冰封的时候就已经死亡，更没有方法可以换回生命。当然，这种方式更不被宗教界认同，冻住的只是肉体，但灵魂早已离去。不过翻开过去历史，得上个世纪60年代，那时候有个人体冷冻专家尼尔森以他的团队正非常努力研究这项技术。 On the 12th of January 1967, Dr. James Hiram Bedford became the first human being to be cryonically preserved. 在当时，有位罹患肺癌的美国心理学教授詹姆斯·贝德福德心想，自己反正也不久于人世，钱淬赌一把，试着把自己给冷冻起来，也成为了全球首例的冷冻人。 He died aged 73 in the early afternoon of the 12th of January 1967, at which point his body was packed in ice, while the nursing home staff located the president of the Cryonics Society of California, Robert Nelson. 贝德福在1966年立下遗嘱，交代要保留10万美金作为冷冻费用，并且在1967年1月和尼尔森团队进行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会面。2天之后，贝德福德就因为心脏衰竭失去呼吸心跳，团队也开始驻守进行冷冻操作。
When we get patients, the point is to cool down as quickly as possible after pronouncement of death, do chest compressions to keep the circulation going. In the funeral home, the funeral director does surgery and trying to clean out any blood or sedimentation that's in the blood vessels. We try to put antifreeze solution. 先把遗体放进冰水里降温，接着注射预防血液凝固的钱素，再把血液全部冲出来置换成冷冻保护剂，最后放入低温罐转移到位在亚利桑那州的冷冻设施，也展开了贝德福德的长眠生活。In the interim, Bedford's wife and son faced lengthy and expensive legal challenges from other relatives over both the contents of his will and the very act of his cryopreservation. 经过20年后，贝德福德的家属选择放弃冷冻，但冷冻中心仍自行出资维持贝德福的肉身。原本预计在50年后，也就是2017年解冻，不过有许多科学家认为贝德福的大脑已经死亡，没有复活的可能，这项实验应该是彻底失败了。We're going to protect their cells as well as we can and just drop them to a very, very low temperature. They can wait then for decades or even centuries if necessary until technology has reached a level where it can repair the damage done to them by the aging process, by the disease itself, and by the cryonics process. 目前在世界上只有4家机构可独立完成人体冷冻，其中一家就是位在中国大陆山东的生命科学研究院。80年代，我建立起的低温血库，世界上是第3个国家吧。自从2017年8月份公开第1例以后，我们一共实施了10例。现在在全世界能够独立实施人体低温保存的是4家机构，包括美国的阿尔科、美国的 CI 和俄罗斯的 Kairos， 以及中国的山东。从2017年开始到现在，这个机构已经让10位冷冻人住进液态氮罐，而第1位冷冻人就是他，当时49岁的展文莲。2015年，展文莲被诊断为癌症晚期，到了16年底，癌细胞已经转移到脑部。2个人商议之后，决定做遗体捐献。而丈夫桂明君舍不得让妻子就这么离开自己。偶然的机会，桂明君接触到了人体低温冷冻，于是他与山东生命科学研究院专家团队沟通后，确定展文莲的情况符合相关要求。在展文莲停止呼吸后，他的身体进入了低温冷冻状态。2017年5月8号，肺癌末期的展文莲失去呼吸心跳。就在主治医师宣布死亡后，他的遗体被运送到研究机构，他们等于在和死神抢时间，耗费55小时。工作人员把遗体装进冷冻液态氮罐里，并且存放在实验室当中，每隔一段时间就会补充液氮。而做出冷冻太太决定的是展文莲的丈夫韦军明。我们在一块儿生活了接近30年了都。15年的时候查出来是肺癌晚期。他始终跟他观念，你看我能吃能睡的，我没病。化疗这一下做了4次就不做了，有的时候爱是会过头的。他觉得难受了，别做了，自己就有点放松了，发生转移就很快。希望有朝一日能和心爱的妻子再次相见，深情告白感动无数人。桂军明签订了长达30年的合约，尽管不保证展文莲真的能够成功苏醒，但他认为只要冷冻就有希望。同时也把妻子的照片和档案存进电脑里面，等妻子醒来之后再替他弥补这段期间的空白。冷冻以后保存多少年，费用怎么说？我是担心的真的是他醒过来的时候他会很寂寞很孤独，他的记忆就保留在当下，怎么办？最初最朴素的一种想法就是说舍不得，人还是要抱点希望。万一我不会幻想着说3年5年解决这个事儿，但是我觉得10年20年完全有可能。不过就在最近传出了一个震撼的消息，曾经在镜头前深情表白的桂军明已经另结新欢了。原来在去年6月，桂军明的学生推荐了一个对象，2人目前仍在磨合阶段，儿子也因为在外地工作无法照顾他，十分支持这段恋情。尽管外界有声音批评他是渣男，不过桂军明说他是个人也有正常欲望选择，活在当下，但也希望能活到见证太太重新苏醒的那一天。我当时跟他去讲这个事情，你这个病医生暂时现在解决不了这个事，但是有一个办法，给你换个地方让你睡觉去，一直睡到医院能解决你这个事儿，到时候我来叫你，你愿意吗？尽管到目前为止世界上还没有任何一个机构做到复活冷冻人的案例，但千万不要忘记了，科技从来没有停止前进的脚步。千百年前的人们也无法想象，活在21世纪的我们所体验到的生活。或许有天冷冻人技术
真的会变成通往永生的钥匙？许多人还是选择宁可信其有，请大家自行判断。希望您会喜欢今天主题，也欢迎在下方留言分享你对这些的看法。大家帮我按赞、订阅、开小铃铛，谢谢。感谢收看，下次再见。